战月笑道：“你请我吃早餐，哪里好吃，干净卫生，你清楚，我听你的。”曾小雅笑了笑。这个时候，老板娘给他们送来了2杯豆浆。战先生平时会喝豆浆吗？曾小雅轻声问他。战家那是千亿豪门。战月含着金汤匙出声，从小锦衣玉食，可能没有喝过吧。喝过，经常喝，不过我是自己榨的豆浆，在外面还真没有喝过，就是在他自己家里的酒店，他都没有喝过。我有时间的话也会自己榨，不过一般都是在外面买。我家做饭的阿姨有时候也会给我们准备新鲜的豆浆，你尝尝这家店的，我喝过后觉得是真正的豆浆。战月喝了2口，说道：“是真正的豆浆，味道浓郁。”曾小雅笑：“我经常看着老板娘现榨豆浆的。这家早餐店的生意最好，就是因为老板夫妻俩都很老实，宁愿少赚点，都要让顾客吃得放心。肠粉是很快就可以上桌的。2个人闲聊了片刻，2份肠粉便送上来了。曾小雅体贴地帮战月用茶水清洗了一次性的筷子，问他：“你自己能吃吧？”战月接过了一次性的筷子，说道：“现在是能自己吃的了，要是1个星期前，还真不能动一动就痛得厉害。1个星期前是他出车祸后才几天，伤还没有好，当然痛了。”这话曾小雅没有说出来。尝尝。曾小雅已经开吃，她也留意着战月的神情及动作，见他还真的吃起来，并没有半点嫌弃，真是难得呀！堂堂战家的少爷，居然能够如此的接地气。曾小雅对战月的观感又好了几分。战月吃东西很斯文，曾小雅觉得看着他吃东西是一种享受。2个人很快就吃完了1份肠粉，也喝完了那杯豆浆。曾小雅用手机扫码支付，带着战月走出早餐店后，有点不好意思地问：“战先生，我只请你吃几块钱的早餐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太抠门？”“不会啊，肠粉怎么了？很好吃，肠粉就是这个价，只要好吃，吃得饱就行，我是不挑食的，也不在乎价格贵不贵，有时候价贵不一定合自己胃口呢。”战月说的是实话，他是觉得那份肠粉好吃，而且还是他喜欢的女人请他吃的，再来2份他都吃得下。要不是听我们主任说，我都不敢相信战先生是豪门少爷。战先生太接地气了，又不摆架子，平易近人。战月笑：“那是你不了解我们，虽然我们原生家庭条件非常优渥，但我们都是跟着我爷爷奶奶长大的，他们那个年代的人肯吃苦耐劳，对我们的管教也很严格。我们兄弟几个也是吃过苦的，奶奶总是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，我们也不能挑食，不敢挑食，谁挑食，奶奶会一拐杖敲过来。还有生活自理能力，奶奶是从小就要求我们自己的事情自己做，要学会很多生活技能。你应该听说过我兄弟几个都很会烧菜做饭吧？”曾小雅有点吃惊：“你们兄弟都很会烧菜做饭？我还真没有听说过呢。”过去他的生活与战家少爷无关，他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会认识战家的少爷，所以他不去关注那些。在认识战月之前，曾小雅总觉得他和战家的少爷是2个世界的人。既然是2个世界的人，他哪里会关注战家少爷的事？除非传得人尽皆知的，例如战大少爷当年闪婚的事，一直隐瞒身份，后来被他老婆知道了。听说大少奶奶闹离婚，闹得厉害，当然最后并没有离婚。如今战大少爷已经儿女双全。还有之前战家大少奶奶生了个女儿时，也引起了轰动，主要是战家几代没有女儿，好不容易有了个女儿，战家开心得很，发了不少的红包。听说见到战家的人，说声恭喜添了千金，都能得到红包呢。拿过战家派发红包的人，
都在盼着战家其他少奶奶也能生个女儿，那样大家又能拿到战家的红包了。我们都会烧菜做饭，而且厨艺很不错，因为奶奶经常会让我们亲自下厨给她做饭。我奶奶是吃过无数美食的人，她老人家也投资过餐饮生意，嘴巴挑得很，我们做的不好吃，她就会要求我们一直练习，直到做出来的饭菜她能吃下去。不过我们兄弟几个做菜最好吃的人是我六哥，他打小就喜欢做菜，在这方面天赋极好。但负责各大酒店的人却是我三哥。我们战士旗下有很多酒店，三哥就负责这个板块。曾小雅试探地问：你们兄弟是不是负责的板块都不一样，还是按你们的特长来分配工作？当家的大少爷是否什么都懂，所以他当老大当家？豪门里的八卦，曾小雅是有点感兴趣的。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到豪门少爷，便好奇的多问几句。战月边走边笑道：大哥本来就是老大呀，不是因为他什么都懂才当老大的，他在我们兄弟9人当中排行老大，所以他就是老大。我大哥是什么都懂，可以说是全能的，因为他从小就被家里长辈内定为接班人，他需要学的比我们都要多。哪怕他未必样样精通，但需要样样都懂一点。大哥的能力很强，最主要就是懂得管理。我们也不是谁哪方面擅长就管那个板块。事实上，我们每个人都要求全面发展，就是各行各业都要了解。随便一个人接管战士集团，都能够让战士集团好好的运营下去。若是有一天战士集团遭遇危机，倒闭了，我们也有能力找到一份工作养活自己以及小家庭。曾小雅笑道：你们这么有出息，你们战士集团不会倒闭的，略有点危机，相信你们兄弟几个也能化险为夷。战家还有那么多世交，那么多亲家，每个与战家来往密切的都是各行各业的大佬。战家若是遭遇了危机，那些世交想来不会袖手旁观，特别是他们的亲家们。当然了，若是战士集团都遭遇危机要倒闭的话，那么管城商界将会发生大地震，会有无数中小企业倒下，也要不停转型，跟上时代潮流的，否则很容易会被淘汰。管理者压力很大，在我们这一代，或许战士集团不会有事，下一代呢？奶奶常说花500日红，若是真遭遇了危机，在自救的同时，也要做好自救失败的心理准备，坦然面对一切。曾小雅说道：我听说了你奶奶的很多传言，不管是富豪圈还是我们普通人的圈子里，提到你奶奶都是夸赞的。老人家总说娶个贤妻旺3代，你奶奶就是那个旺3代的贤妻。战月笑：我奶奶是很好，我们都是跟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的。小时候我们的父母都忙于生意上的事，爷爷奶奶就承担起照顾及教育的任务。也有可能是我们的父母愚懒，将本该是他们的责任扔给了我爷爷奶奶。从我有记忆以来，我总觉我父母才是真爱。我兄弟4个都是意外，是他们充话费送的。不仅是我父母，我的伯伯和伯娘也是那样，他们夫妻感情特别好。儿子就是意外了，还好爷爷奶奶最疼我们。曾小雅被他的话逗笑，同时对战家也充满了好奇。战先生，你是自己开车过来还是打车？逛了半条街，曾小雅便往回走。她的电动车还停在医院的停车场呢。我司机送我过来的，不过他已经回去了。我等会儿打车吧。买的房子要开始办过户手续，我要再过去看看。曾小雅听他说要去万盛花园，又要打车，略一犹豫后就很大方地道：战先生若是不嫌弃我的电瓶车，我载战先生过去吧。顺路的是，咱俩以后是楼上楼下的邻居了。我也想去参观一下战先生的大平层，还没有装修，也没什么好参观的。我倒是想参观一下曾医生的房子，看看你的装修效果。曾小雅笑道：我的装修一般般的，我家具都还没有完全置办完，有钱了，想起了什么要买的，就买一点回来，一点点置办吧。不过现在入住也是可以的了。
基本的生活用品是有的。离家里近，我一般也还是回家里住。我爸妈、兄弟都很少在家，我一个人住在万盛花园也孤独，还不如住回老宅里，跟我二叔二婶有个伴儿。房子也需要通风透气，哪怕它装修用的都是好的、环保的材料，但是家具多多少少都含有甲醛，他就想着放久一点了再住进去。跟你二叔二婶住在一起也有个伴儿。你装修好多久了？通风透气1年也差不多的了，只要用的好材料，没那么大的味道。2个人边往医院走边聊着装修的话题。曾医生装修的时候，都是自己买材料还是全包给装修公司？没有包给装修公司，自己住的房子，材料全都是我和我二叔去买的。装修师傅则是从农村请来的，没有用装修公司，装修公司水太深，他们是能全包，但他们往往是给你报最贵材料的价，然后给你用最差的材料，他们才有得赚。我买的材料都是好的、环保的，装修师傅也都很好，做工质量很不错，很多人都找他们做。装修等都要等着他们，不过他们从农村进城来做事，就需要帮他们安排住处，否则天天来回跑，他们也做不了什么事，还费车油钱。我的房子装修时，我是在附近租了房子给装修师傅们住的，装修完工了就退房，租那些旧楼房，1个月也不用多少的租。战月说道，我也计划自己买材料，自己找装修师傅。曾医生，帮你装修房子的装修师傅很好的话，能不能介绍给我用？住宿我会安排，工钱什么的都好说。战士以前涉足房地产行业，自己就有不少的施工队，根本不缺装修师傅。装修的材料也不必战月自己去买，他交给管家就可以的。不过为了能和曾小雅有更多的话题，他决定自己去买材料，不懂的就请教一下曾小雅。曾小雅轮休时，他还可以请曾小雅陪着他去买材料，这样2个人的交集就多了，还是理所当然的交集。交集多了，相互了解后，他再向他表白，然后追妻，就不信抱不到美人归。曾小雅偏头看他，问道：你应该不是第一次买房子吧？你以往买房子装修是包给装修公司吗？你没有认识的装修师傅？按理说这种事情也不用你去管吧？豪门阔少不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吗？就算买了房子，只要吩咐一声，自然会有人帮他管着装修的事，需要他亲力亲为吗？我没有认识的装修师傅，以前买房子都是买好后就跟我爸妈说一声，我爸妈会接过去管，我就等着装修好入住就行。战月这话半真半假，他爸妈的确帮他管过装修房子的事，很多时候都是交给管家负责，他哪里会管这些事。不过用的装修师傅一直是他们战士的施工队，他们不敢偷工减料，父母会帮他盯着，自己亲力亲为还真没有过。有时候也会自己去买一下材料。曾医生，我说过，虽说我们家里条件优渥，但奶奶是不会把我们当少爷来养的，对我们要求很高。撇开我们的出身，其实我们也是普通人，也是要过日子的，并非不食人间烟火。曾医生，你以后也不要把我当成少爷来看，我就是个普通人。曾小雅笑道，我是真没想到豪门少爷这般的接地气。行，那我等会儿打电话给唐师傅，就是帮我装修房子的装修师傅，问一下他是否有空，能不能接下你的单子。他若是愿意接，需要过来现场看过，然后才会说价钱。他的价不属于最高的，但也不低，属于中等吧。毕竟它的质量很好，值那个价。需要什么材料，需要多少，他都会告诉你，然后你去买回来就行。战月一副感激不尽的样子，他说道，我近来在养伤，正好跑一跑装修的事。自己住的小家，自己布置，意义都不一样。2个人回到了医院，曾小雅骑上她的电动车，出了医院，
才让战月上车。因为医院里停车场太多的人了，不方便。战月坐在他的电瓶车后面，有点担心地问曾医生：“我牛高马大挺重的，你能载着我吗？你也就跟我哥差不多，我能载我哥就能载你，你只要不嫌丢脸就行。”战月笑：“有什么好丢脸的？别人又不知道我是谁，我也没有在脑门上贴着我是战家八少爷的字样。再说了，骑电动车又不是见不得人，只要我们遵守交通规则，车就是代步工具，什么车都是一个作用，代步。”曾小雅认可他的话，他也觉得车子就是代步的工具，对车的要求不高，有的使用就行。从医院回到曾家诊所也就10几分钟的车程，一路上因为2个人都戴着头盔，便没有再聊天。战月是担心分了心，平时就算他让司机送他上班，路上他也很少会和司机聊天，怕司机分心了。奶奶从小教育他们，不管做什么事，做的时候要全心全意，不做就不做，别分心，不要一心二用。回到了曾家诊所，林健又在诊所里等着了。曾晓峰并不在，他的假期提前结束，早早就起来，匆匆地吃了点早餐，就赶回去上班了。二叔二婶忙得很，林健本身也是医生，他见那么多的病人，也帮忙看病抓药。有人认出了林健，问林健怎么自己的诊所不经营，跑来曾家诊所帮忙，是他那边没有病人吗？林健也不瞒着病人，这些病人都是经常来曾家诊所看病的老街坊了，熟稠得很。有些中年人从小到大都是在曾家诊所看病呢，如今他们又带着自己的孩子来曾家诊所。曾家因为房子是自己的，诊所不用支付房租钱，也没有请医生护士，就是二叔二婶夫妻两经营，他们看病的诊金就比其他人便宜一点，开的药也不贵，医术又好，便宜又能看好病。名声传出去了，大家便习惯来曾家诊所看病。林健笑着：“我的诊所也开着，我请有人打理的。”他看一下买来的那束花，虽然曾小雅拒绝了他不会放弃的。除了郎有情妹有意的情侣，当一方表白时，另一方马上就接受了，其他情侣都是从没有感情，经过热烈的追求，然后培养出感情来。他相信他坚持下去，时间长了，小雅会看到他的好，接受他的感情。撇开很满意曾小雅的家世，林健是真的爱曾小雅。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，林健说道。那人进来时就看到了那束花，他笑道：“原来如此，也是追老婆更重要。”之前林健还说是向老曾医生讨教医术，原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呀，是冲着小曾医生来的。小曾医生在管城中心医院上班呢，那是管城最好的医院了。或许小曾医生在医院上班挣的钱没有自己开诊所的多，但他还年轻，在大医院工作几年时，几年的累积了经验，以后再自己开诊所，才能让病人信服。小曾医生很好，林医生有眼光。那个人夸林健眼光好，又打趣着曾二叔。曾医生徒弟变成侄女婿，那是亲上加亲的好事儿。林健之前总是向曾二叔请教，虽没有正式拜师，说是师徒也说得过去。经常来曾家诊所看病的人都知道2个人算是师徒关系的了。曾二叔看了林健2眼，帮一个病人把了脉，又看过喉咙，听了肺部，才说到小雅没有接受阿健，他们俩未必会在一起。你们在我面前打趣2句就好了，别去打趣我侄女。她女孩子脸皮薄，况且她也说得很清楚了，跟阿健就是学长学妹的关系，没有男女之情。林健认真的道：“二叔，我不会放弃的，我早就喜欢小雅的了，我会坚持下去，除非小雅嫁给了别人，只要小雅一天未嫁人，我都不会放弃。”这个时候，曾小雅带着战月进来，林健抬头就看到了进来的2个人，他先是眼睛一亮，脸上带出了笑容。
人跟着起身，拿起他买来的花束，迎上前去。待他看到跟着曾小雅进来的战月时，林健的笑容僵了僵，防备心顿起。这个男人是谁？太具威胁性了。年纪跟他差不多，但那通身的气度却是他没有的，还有那五官，俊美的有点过分。他是男人都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男人，衣着瞧着很普通，可遮掩不住他那浑然天成的贵气。这个男人不简单。林健不认识战月，战月却是一眼就认出了林健。爱慕曾小雅的两个男人，曾小雅的同班同学有点退缩的样子，战月并不将那个情敌放在眼里，但林健他却是防着的。林健比曾小雅的同班同学要狡猾，又在曾家人面前刷了2年的好感，与曾小雅是学长学妹的关系。他让人调查过林健，将情敌的情况摸得清清楚楚。林健这个人长什么样，他也记住了。瞧见战月双手缠着纱巾，林健以为战月是病人，暗吁了一口气，脸上的笑容恢复如常。小雅，下班了，这束花送给你。林健捧着花束走到曾小雅的面前，当着满诊所的人将花束递给曾小雅。若是有情人，下班回家就有一束鲜花迎接自己，心情都会变得很美丽，能扫走上了一晚班的疲劳。但曾小雅不爱林健，那种感觉她不会有。她并不接那束花，而是认真的道：林学长，我跟你说的很清楚的了，我们只是学长与学妹的关系，不会更进一步的了。她都不爱林健，若爱早就在一起了，就是不爱他才会逼着他减少与他的交集。林健的笑容僵了一下，很快恢复正常。小雅，我是认真的，我也不会放弃的。